命由八字先天定，运由风水起波澜。我是三亮道人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一起揭开命运的奥秘，掌握命理与气场的能量，帮助您趋吉避凶，福运相随。如果你有问题，欢迎加入我们交流群免费咨询，或者呢，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好了，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解析。阳宅风水十分重要，它对居住者的健康、财运及家庭和谐具有重大的影响。无论是选址、设计还是布局，阳宅风水都有一些讲究。如果不慎触碰禁忌，可能会引发运势阻滞，甚至带来不必要的灾祸。以下我从选址、户型、室内布局及常见问题等方面，为你解析阳宅风水的禁忌知识。首先，阳宅风水讲究山环水抱，藏风聚气，而住宅选址正是这一理念的核心环节。一块理想的宅基地需兼具自然环境的支持和地形的稳固平和，这不仅关乎住宅本身的气场，更直接影响居住者的健康、财运与家庭和谐。然而，若选址不当，便可能触犯风水禁忌，从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。具体来说，阳宅必须避免选址于孤立无援的地方，例如独山、孤丘或开阔的旷野。这些地形缺乏周围环境的庇护，容易导致气流无序流动，使住宅处于风吹四面的状态，难以形成聚气的格局。在这样的住宅中，居住者不仅会感到生活压力大，还可能因气场的不稳定而导致事业受阻或家庭不和。相比之下，背靠山脉、面朝开阔地的选址更为理想。这种格局不仅能提供视觉上的开阔感，也能带来稳定的气场流动，寓意家运稳中有升。住宅周围若有陡峭的山崖或悬崖，也属于风水大忌。这些地形带来的气场不稳，容易给居住者造成心理上的压迫感，长期居住可能出现焦虑、紧张的情绪，甚至影响身体健康。此外，这种地形还可能象征着运势反复难定，家庭在事业、财运上难以取得长久的突破。因此，选择住宅时需特别注意地势平稳和周围地形的协调性。水是风水中重要的象征元素，水代表财，住宅附近的水源布局对家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如果住宅建在河流的急转弯处或水流直冲的位置，则容易形成所谓的冲煞。这种格局不利于财运的积累，反而可能导致财气外泄，居住者难以感受到财运的增长。此外，这样的环境也可能引发居住者心神不安，工作和生活难以专注。与此相反，若宅前有清澈的湖泊或缓缓流动的河水，这则是风水中的聚财格局，寓意财运亨通，家庭事业顺利。现代城市中，选址还需关注周围道路的布局。如果住宅面向直冲的马路，形成枪煞，则可能带来事业压力或意外事故。这种布局在风水中被视为不吉利，因为直冲的气流会扰乱住宅的稳定气场，导致住户身心疲惫，财运难以稳定增长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若住宅位于高速公路或铁路的交叉点附近，则气场更加紊乱，长时间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可能对健康、财运产生双重的不利影响。因此，住宅选址时应尽量避免这些区域，选择远离喧嚣的地带，更有利于身心的宁静与运势的提升。此外，住宅周围的环境也需避免阴性过重的场所，如殡仪馆、医院、墓地或寺庙。这些场所常聚集较多阴性气场，会直接影响到阳宅的气场稳定性，从而可能给家庭带来潜在的健康隐患或心理压力。如果住宅不得不靠近这些场所，可通过种植高大的树木、设置屏风或摆放风水化煞物品来进行改善，以平衡阴阳气场。在选址时，还需注意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性。住宅的朝向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特点，
以避免常年受到强风或直射阳光的侵袭。例如，在风较大的地区，住宅应避免完全暴露于风口，可选择山体、树林作为屏障，帮助减弱气流的冲击。同样，住宅选址时应尽量避开低洼地段，这些地区不仅容易积水，还可能聚集湿气，长期居住可能导致健康问题，同时对家庭运势也有负面影响。其次是户型设计的禁忌。阳宅的户型设计需要遵循方正的原则，方正的户型代表家运的稳定，寓意四平八稳。如果住宅户型呈现不规则形状，如三角形、T 字形或镰刀形，这些格局会导致居住者的情绪不稳定，家庭关系也容易出现问题。三角形的户型更容易引发争执、是非，而镰刀形则可能带来健康上的隐患。大门作为阳宅的气口，其位置与方向至关重要。大门不可正对电线杆、路灯或尖锐的物体，这些形成了奸煞，容易给家庭带来意外伤害或财运受阻。门对门的格局在风水中被称为对冲，尤其是大门与后门相对时，气流直接穿堂而过，难以聚气守财。此外，厕所的门与大门也不可正对，否则可能会导致家人健康受损，运势下降。阳宅的楼梯设计也需要避免陡峭和直冲的布局，楼梯直对大门会形成气场的快速流失，住户容易感到疲惫，事业运势受阻。此外，楼梯的材质与颜色要与房子的整体五行相符，过于阴冷的颜色如深灰或黑色会使家庭缺乏活力。第三是室内布局的禁忌。室内布局直接关系到家人健康和生活质量，因此需要特别注意房间的功能划分与摆设禁忌。卧室是家人休息的重要场所，其布置宜静不宜动。床头忌朝向大门或窗户，若床头靠窗，会导致气场不稳定，使人精神恍惚，容易生病。同时，卧室中不宜放置过多的镜子，特别是床的正前方。镜子具有反射作用，会扰乱气场，让人产生心理上的不安，甚至出现睡眠障碍。厨房作为住宅中的火气之地，其布局对财运和健康尤为重要。厨房的炉灶不可正对大门或窗户，这样会导致火气外泄，不利于财运的积累。此外，炉灶也不宜与水池相对，火水相冲会影响家庭成员的情绪，增加争执与矛盾的几率。冰箱作为食物储藏的地方，也不宜空空如也，否则可能会象征家庭财运的匮乏。厕所则是污秽之气的聚集地，其位置非常关键。厕所不宜位于房子的正中心，正中心被称为太极点，是住宅气场的核心。污秽之气会污染整个家庭运势。此外，厕所的门不可正对床、餐桌或书桌，这会影响居住者的健康及学习、工作的效率。第四是装饰与摆设的禁忌。住宅中的装饰品和家具摆设也是阳宅风水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恰当的摆设会扰乱气场，甚至对家人的运势产生负面影响。尖锐的装饰品，如剑、刀或尖角过多的家具，容易形成奸煞，使家庭成员脾气暴躁，关系紧张。同时，记挂过多的猛兽画像或雕像，这些装饰品虽然看似威武，但可能会形成凶煞之气，对家人的健康不利。植物的摆放在风水中具有重要意义，绿植能够提升生气，但需注意选择适合的种类，如仙人掌等带刺植物，尽量不要放置在卧室或客厅中，否则可能会影响人际关系。发财树、富贵竹等象征好运的植物则宜摆放在阳光充足的位置，能够带动整体财气。此外，住宅中的灯光设计也有禁忌。过于昏暗的灯光容易让人情绪低落，家运平淡，而过于刺眼的灯光会让人感到压迫，影响健康。灯光的颜色也应以柔和为主，
避免使用过多红色灯光，这在风水中被认为具有煞气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当阳宅触犯风水禁忌时，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化解。首先，若住宅有穿堂煞，可以在大门与后门之间设置屏风或玄关，以阻挡气流直冲，同时增强室内的隐私性。若住宅受到外部尖锐物体的冲煞，可以利用凸镜或八卦镜进行化解。注意镜子的摆放需根据具体方位，由专业人士指导。对于户型不规则的问题，可通过摆放绿植或利用隔断来调整空间格局，使气场更为均衡。若家庭关系紧张，可在客厅或卧室中摆放寓意和谐美满的装饰品，如圆形摆件或和欢花图案，来增强家庭的凝聚力。总之，阳宅风水很重要，千万不要犯了上述禁忌。通过掌握和避免这些禁忌，居住者不仅能改善生活品质，也能让家庭运势更为顺畅，从而收获更多的财富和幸福。